那他现在应该是觉得这个阵容的话，我打别的角色有压力，再选一手羊。主要是选速伞的话，感觉会有点摇摆，开局也要堵那个杏儿的位置。到了他们可能不把幸运儿放在一个小船的位置，就直接点到了海边。对，这个点位对于大船来讲还是有一定压制力的。海边小屋的点位的话，确实是我。对击目标应该就是放在杏儿身上，然后先压迫一下中场，不能让这个守墓人这么舒服的修机嘛。板子先清一清。看一下这边天赋是带了快踩啊。是。对于跛脚来讲，他前期确实也可以稍微攒一些愿力，然后达到一个秒刷的效果。但看到兔子一鸣这边小天赋是只点了一个恐慌，其他全都没点。因为他需要去点出自己的一个踩板嘛。这个踩板对于兔子一鸣来讲优先级还挺高的。这里已经是找到了幸儿的位置，看这一个笼子，没感觉可以有机会拿刀。看这个笼子怎么说了。直接贴脸，香水可以要再补一个笼子，补双龙。再拆，但是说时间到了，破香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前期追节奏还是非常舒服的。幸儿手里只剩下一个飞轮，能够尝试去规避这个笼子了。大船的点位其实对于跛脚羊来讲还是可以去突破的。这边一个笼子已经踢到脸上，而幸儿稍微有点拉不开，看能不能利用这个围龙去躲避。这两刀出的有点着急，飞轮可以把这个笼子消掉了，还要再补一个，再补一个笼子。不过这波应该是要倒地了。1分13秒，对于幸儿来讲是比较合格的一个数据，而且吃了4个笼子嘛，所以说还可以。对。我因为湖景村这样地图密码机的话会慢一点，而且11已经提前贴过来了，开局又被干扰，密码机没修多少，那还是有救人压力吧。先打一下铲子，能无伤。看一下，还想打末世啊，还想打看一下守墓，对，想打守墓的击伤，可以的。他刚才就是为了拿存在感。这里要，想想算了。刚才感觉好像没必要弹，想弹双倒，对，没必要弹。再弹的话，可能找不到这个幸儿了。他幸儿跑丢了，一个八字走过来击倒，可以。对于兔子一鸣来讲，现在节奏挺好的，熟练度非常不错。而且这个位置的话，还能够去往中间挂，考虑干扰大门或者干扰海边木屋。是挂出来之后手里还有闪现，对于兔子一鸣来讲，这把还真不好说。而且他是看到了狗狗已经可以直接逼救，对，可以逼救。这里是没板子的，所以狗狗前面道具要消耗的比较快一点点。加上这个阵容它是没有一个 OB 的，所以跛脚羊的话他没有后顾之忧。他不怕说我这个人被你救下来保活什么的。那这波算是被狗狗在这样位置拖了挺长时间。这个笼子有点亏哦，还好拿到刀。看一下手里还有个闪，幸儿应该是不太好牵制的。是的，头击倒可以。但这边是没有打出这个笼子伤害，笼子被队友拆掉了。线啊，那要多费一个笼子。再给刀也还行，还可以，在化险为夷之内击到了。求生者来讲的话，我也能接受嘛。多吃了你一波笼子，而且我拉走了队友的一个密码机。兔子一鸣现在看一下有没有传送的可能性。感觉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这个密码机呢还是不太好抢，最好还是能先稳一下，补个状态啥的。是，而且求生者现在道具状态不算特别健康。因为你像对监管者这边，我毕竟有底牌、闪现都在手上，我无论是传送还是说我用闪现去击倒你，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位置伊森还是挺凶的，是的，就在小门啊小城这边不动了。伊森是直接站出来去扛这个压力嘛。对，在我们赛前就有聊过，他是很擅长这样的一个节奏。但是第一波墨没交出来，好亏。对，小失误，稍微有点伤，但是，没事没事，有个笼子，看一下这边交路易，但是有闪，一些小瑕疵，但应该问题也不大。这个闪现差的也不多了，对。想偷偷过板被砸了，还是比较亏的这一波。现在大船上的基金应该是最后一台了，没有选择去交一个月龙去拉自己的身位啊，就是纯空地走。那这样击倒不密码机的话，马上压好，但是应该能有一波手已机会，但直接传吗？哇，对密码机有点误判了，兔子一鸣。说实话，你永远都想象不到兔子一鸣他下一步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打法。感觉他刚求稳，正常挂一波还是有一波手语机会的，然后3个人都在大船这放。主要是感觉这个，因为处理木偶师没有很快嘛，对，所以说交这个传送还是有一点太激进了。
本来说我用传送去留一波开门战的话，可能能争一个3抓。是，那现在求生者还是有一个机会能够去保平，因为11手里的一个铲子还有一半的耐久，到时候是可以扛刀的。也没关系，这一波的话有双龙还是有机会去拦一下的，而且起码是一个稳平。哎呦，兔志明这边没看到，他他没想到，担心会有人来偷。对，哎，还真有点可惜。兔志明想的是这边的一个大风车没有变紫，是，所以这边没有人，但是这个时候守墓人的气囊能够牵制很久，对，把路都堵死，必须得先处理气囊，然后才能尝试拿刀。这种你说他开局的目标是选谁会比较好啊？都差不多，对，可能抓飞行家会好，对，好像大家很少来抓，不太会选，主要也是因为地形对于波将来讲不是很友好。对，一般都是去抓大房。好，哎，但这一局的话，好像是想对这个小木的人去动手了。看一下飞行家的位置，在这里是没有暴露任何视野，毕竟还是想追飞行家嘛。对，哎，但插眼直接插出来了，那看到了。飞行家的位置，脸上的话，这个板子要博弈一下，得踹。他直接拍掉的话，可能会吃刀。因为是双交互点，直接变成单交互点的话，对于飞行家来讲亏点。第一喷，第二、第三喷，那这一刀应该是尝试可以规避掉了。但下一个笼子你躲不了。道具真空期了嘛？因为小木的板子交得很快，所以现在只能转出去。但是在这个位置会有一点小压力。看一下板子翻过来，弹射交出来，但是身位有点近。没关系，这一波道具是有的。你放笼子或者交喷嘛。第三喷距离还是拉得比较远。对，一直交一个悬停再钻，哇，掉笼子时间到了，秀啊这一波。对，作为新人来讲，周末的发挥真的很棒了。这波虽然要倒，但是牵制时间还是够，并且手里还留了一个道具。我说实话，这把如果他带一个飞轮，他是有机会直接溜到。这个笼子再掉的，我这边的话比较可惜是有一个地下室，不过有守墓人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小的。看一下守墓人这波救人应该比较稳，不太会出什么事儿。上来插个眼，那现在真的就不能上去了。他得去假走位骗一骗，他不太敢。对，只能在这等。去，说白了只能在这等狮子，但狮子就很舒服了呀。对，我正常卡满啊，卡半就好了，把半卡得满一点，应该差不多要下来了。放笼子，正常给到一刀，这个地下室的收益就打不出来了。守墓人的强势点就在这儿。对，现在又2选1，摊不了双倒，只能选这个飞行。没错。而且密码机的话很平，但前期的话，其实它牵制很久，还是地图的原因，对吧？修不快。如果说你换一张其他地图，可能目前来讲就是第4台跟第5台已经修得很多了。是。那现在的话，只是发回去想要干扰一下狮子。对，因为真9知道不干扰狮子的话，这把密码机是绝对是够了的。因为他要起一台新的嘛，狮子是负责修新的那个人。往前压一压，准备去给个插眼。对的。窥视者一方先把密码机给压住，然后的话，我可以考虑打一个针对，先减员。哎，再骗。看一下，哇，第2波捏的好死，骗出来了。对的，打一刀。这样的话，飞行家得去考虑减一个零吗？不减，直接拉走。但是这2波悄悄好亏。没关系，应该还是有刀，身距很近。是的，毕竟飞行家他没有悬停，也没有飞轮嘛。他光靠自己的一个喷是比较难拉开的。带开给到外围的队友去补状态的时间了。这局相较于上一局，求生者状态会更好一点。是的，密码机的进度呢，现在也是不太够，还是有充足的时间去争一下的。通到了不让他的教授，这一套选择直接交笼子过来，踢到脸上，什么情况？飞轮交掉，零点3秒钟，最后3秒钟能撑到吗？撑不到，真久，有点极限啦。哇，这个笼子真的是神来之笔啊！是2手节奏续上了，狮子这个位置，而且木屋的这个点位还被牢牢的压住了。旁边有椅子吗？看一下。就算没有椅子，他可以选择直接去对。有的，那就追守墓嘛。这局有多抓的面了，而且他现在有底牌在手上，求生者没有化险为夷了。过来再补一个插眼，狮子位置插出来。感觉
这一把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可能要考虑去走一个了。会难打一点。三抓面有卡到遗产了，可以再等一等。但真九这边也是求稳，我再补一个。威龙可能想打针对吗？还是打了一刀手木？对，看一下现在一道具真空期，教授要帮拆，没拆掉。哎呦，还是打到了。可以考虑直接去换挂。这波可以去骗一骗教授灵殿。哎呦，被顶掉也没关系，那回头呗。不着急嘛，他这里先挂人，然后因为教授是没有鳞片的，对，回头挂狮子把磊磊压过来，然后这个时候我本体再冲出去去找教授也可以，手艺也可以。对，而且求生者他们知道教授是没有回光返照的，那你飞轮加化险为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你是没有什么后期能力。对，你看到小船那半场是没有密码机的，所以星辰要过去的话要绕很远的距离。对，磊磊这个位置一定不能被提前发现。哎，但是他交气囊哦还好，直接弹了过来。然后守墓人现在这个铲子也考虑交铲，还想换去倒，但这个笼子起的有点着急了。哦，回来刚刚好可以挂地下室。哇，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求生者来讲，没有人能去救人了。不挂地下室去干扰另一边基再地也可以。挂到海边木，他这把要争4啊。对，4的面很大，求生者状态道具都不太好。而且底牌还捏在手里，真正9的机会来了。是的，因为求生者现在是补不了状态、救不了人的，密码机现在也都是2个半台，只要能找到下一个人，一看到狮子贴过来，交铲子，但是笼子是没有掉的，原理也还在。这样的话再补一个笼子，哎，还好这个笼子没拆掉，要是拆掉刚好撞到波教人脸上。对，但是也来不及了，小鳞片没摁出来。被打倒之后，现在教授赶过来救人。那这个时候对于真九来讲，他不着急，3个人都在一起，再把人挂回去就好了。手里还有底牌的，他只需要稳扎稳打。有人我就去挂，然后不让你修，再去击倒就可以了。鳞片第一波，第2波，哎呦，想省一省，但星辰没想到这个时候真9会直接出刀。是的，2个人倒在一起，我感觉他可能是想要去看台刀按一波飞轮，但是这个飞轮没有操作出来。对，4了呀，那这样的话就，目前来讲应该是一个4抓局。密码机的话有点差太多了，这边交一个飞轮加气囊，但是绕了一下。好稳啊，真9这刀出的真的是神来之笔，而且守门人那边的自愈才到70，那这个时候是起不来的，刚刚好冲到狮子脸上。是的，这一局有2个笼子是直接贴求生者的脸的，真9熟练度真的高啊。第2波接节奏接教授那个笼子太关键了，直接去把教授给秒掉了。而且这个笼子也很帅，就刚刚去处理磊磊的这个笼子也是直接贴磊磊脸。没有给磊磊任何的反应时间。哇，守门人起来，但是已经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去修机、去补状态，不够，道具也不够，无力回天了。再打一下铲子，2个人去硬拉扯，还是来及。这个时候可以拆龙去处理磊磊，因为磊磊修得快，守木修得慢，在后面那台半台的密码间那修不了太多的。太牛了，这个笼子放的。这样的话，现在火灾已经没有自愈了，只要我去认真的抓这个守墓人。那就能够稳稳拿到一个4抓。4抓之后，自己的比分就是7比2，在自己的主场优势拿到一个7比2，可以说是稳赚不亏啊，真的不亏呀。点加住了，就看这边狮子能牵制多久了。是的，这局游戏的话，这个底牌是完全没用上。但插眼的一个效果可以说是发挥出来了。是的。抽一刀，原理不够，抽一刀也没关系，再往前跟就好了。后面的笼子可以选择把路给堵住了。正常回头给到一刀，顺利拿下。没错，这局就是中后期真9的一个拉扯，导致说求生者的一个状态道具没跟上，再加上教授的一波2手节奏衔接还挂遗产，自己说排名可能比较靠后，所以不想放过下来操作的每一把，要2比0带走。再选择这个选木，对，选木马肯定是最好的选择。对，因为这样的话，方向了，你所有的人都修不了。我本体14人的话，我可以控2个方向，然后还把7连密码机给锁住。对，而且如果说本体去干扰古董商的话，古董商要回头是很有可能会被喷到的。看一下14人往哪个方向走，去干扰清理，然后本体往古董商的方向走。对，这样的话4个人都别修，2个方向全部去干扰到了。
跟我们这边赛前预判的一模一样。是的。就看这边古董商的一个前置方向了。桥上的话也是没有办法修了，然后古董商这个位置的话也被卡住。对，卡在2楼。对，空军的话也是跑到了鬼板，就大家都要进行一个跑路。对，这个时候本体得先上去。哎，但没有喷到古董商，感觉这一波的话还是能把那个陶片留在上面的。侵蚀度上很多，最后还是出现死角了，以为这边星辰会直接下来吗？哦，要去找周末。他想骗下来，但是对，发现没有被骗下来之后，就只能换人了。感觉空军这个位置是比较危险，是。已经60吃满了。再看啊，这第一刀开得好快。对，而且这样的话，他技能还没有交，而且你从鬼板去跑到起点的话，这个车还不一定能上。对。等下你到站台上面的话，我一个闪现也就好了呀。前面看蹭一波反弹，又碰到一口闪现带走，哇，枪直接闷手里了。1分钟击倒，对于艾薇来讲，这个击倒节奏很快了。主要是把外面密码机全部干扰了里面，没有人能修。所以你看这个修了半天，只有心理是修了一个70，其他的人都修的很少。对，这波想让古董来救，因为空军手里还有枪，如果古董保得好的话，空军枪开出来有机会能去坐车。对，现在就是看他能不能去利用自己的这个 OB， 然后让喷一下，打断了，可以。那这样的话，空隙打出来了。枪在开，哇，道具的消耗是非常夸张的。而且这波求者也是无伤救。不过艾维的话也不是特别怕你坐车。他可以去通过ECN体验调过去，然后再集成你。对，看一下这边直接开车。但他这个站台的话是没有点过的，所以说这个2站的话停留是可以考虑直接传过来，那么空军还是比较难牵制。现在也不敢回头了，被一个激光喷一下。然抽到没抽到？是的，再反绕，很精髓。是还是不敢看嘛，没办法。因为你对于求生者来讲，你要全程压自己的视角，导致自己没有办法去清楚的确定监管者的位置。是。虽然2波击倒对于真九来讲都还算比较顺利，但是求生者这边由于第一波救人是没掉状态的，所以双方其实还是有他们的中期拉扯还是不错，但是因为消耗了太多道具了嘛，枪跟棍都交的很多，而且车也开过了，所以说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劣势的节奏。这波要看手乙。真九现在外面一手喷到了，但是轻松掉下来，本体没压出去。那其实这里是不是最好我不用这个ECN的技术，我就直接打，然后把2阶留给空军会好一点。这样记佣兵看一下。那记的话，他也不要去下40送。对，哦呦，空军震慑，我到了。那这样的话有点炸了，因为下来的一手空军是没有办法牵制的，而且他身上本来就有侵蚀度，对，这个2阶根本就挡不住。哇，那这个震慑说实话给到机会了呀。对。这样的话，再抽一刀，那佣兵因为倒在地上，他可以成为马上的一个第2波节奏衔接的目标啊。看一下真这边能不能去看看，他可以等倒地的时候看一眼佣兵在哪。看到了吗？应该是看到了，很细节。对，再挂上医生回头刚刚好。这手艾维的话，确实是把对手打得有点难受了。对，古董山没办法修，最后能修的只有一手心理。目前来讲吧，3分半的一个时间，基本上节奏全部都掌握在监管者的手上。是。看看后面求生者能不能去找到一些保平的机会。佣兵，那佣兵这个陶片到时候还能用来手乙啊？对，很赚啊！你看这个位置的话，他还能去把密码机干扰一下。喷一口，哦，不想着路过喷，那就是想去处理这边心理。对，鬼板现在肯定是不要了，磊磊那边去新修一台雪人转木马。可以放着等一等，先压一下这边来救人的古董商状态，把状态压下来之后，艾维的一个控制力就会大大提高。主要是他这里是可以考虑怎么打呢？我打佣兵一个针对，然后过去把心理赶走。直接硬打一下古董商，心理不敢点，传送过去，不着急，两边慢慢拉，压一下心理的位置。手里有闪，我觉得这个闪可以提前交，可以拖。对，直接交，没问题，这个闪是可以拖的。对的，因为现在的话，对于求生者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一个时间去补状态，而且密码机也不敢修。再激速回头，伊森拉回来，然后本体传过去，这样的话手里就留出了一个激速以及2阶侵蚀传送的时间。鬼屋跟玄马这2枚密码机去摆满我的陶片跟伊森。对，现在真九的想法是我可以不击倒，
我要做什么？消耗道具。没错，而求生者这边呢，已经在起一台起点的新密码机了。但是当我发现你在修这台密码机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可以去深追了。对，不过好在说求生者这边是有个心理的，但凡没这个心理，可能说求生者这把就不好修了。因为有心理的存在，所以导致真九外围不得不去控终点半场的密码机，从而给到星辰去起点的时间。而且他现在是把自己这个2阶给用掉了。那你这个拿刀的话可能会比较难受。对，这波极速古董商可能还要再打一波拉扯，再把伊森收回来之后，本体传过去拖一波2阶轻视传送的时间。拖回来，本体传过去，先把古董商压走。哇，3台密码机全部都被控制，你这样慢慢就把自己的一个传送给拖好。但真九知道这波2阶传送得拿刀了，是，如果下一波轻视传送再拿不到刀的话，其实求生者状态算是比较不错的，道具也没怎么消耗过，对于真九来说，就算纯属逛街拖时间了。也可以嘛，对吧？我一个是拖我的寄生 CD， 一个是拖我的闪现 CD。对，但是我下一波的一个2阶传送落地，我还是有机会再去拿一刀。对，但是如果说拿不到的，还是偏平。对，所以这边想对古董商动手了。本体要压一下古董商的位置，现在后面有个狮子，这个人也得去考虑处理啊。哇，这边骗传骗得很好，磊磊在外面给压力给的很足，这就是心里在中后期拉扯艾维的时候拉扯很好的原因。这个2阶一交的话，他又要断40秒的一个节奏，不过闪现马上就拖好了。对，看看这波节奏能不能开吧，这波没开到，真的密码机拖太多了。没关系，不行的话我就等下一个闪，然后再去拖下一个闪。艾维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难追击，但是对于求生者来讲也比较难受的一个监管。看一下这波，我觉得真九可以尝试压一下古董商了，因为古董商身上侵蚀度很多，54。没错，这里的话他也不太敢回头去打。不着急寄速，磊磊那个位置没有强烈的修密码机的意愿，就可以不寄速，主要还是深追这手古董商。要对古董商动手了，先拉出板区，看一下。哇，这边还在等，从板子里面再去进行一个激速，把你赶出来。自己一个2阶的话直接喷满拿到刀，而且闪现已经拖好，不过密码机的话也差不多了。不想交自己的轻视传送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这个开门战对于艾维来讲还是一个绝对优势的。但狮子这边得逼亮了，很尴尬。然后我直接落地去逼救你这个佣兵。那现在没有人能摸得成密码机。对，哇，直接喷回来给刀，打一刀，还得倒地，终点站密码机不够，有机会。这局是有机会的，换挂佣兵就好了。对求生者来说很尴尬，他们只能等心理再去修那一台。要看能不能移情了，再移情了，但这边真的就没意识到。听到吗？没听到。放他移情也可以，也可以。这样的话，伊森人要拉到终点站，但是被打开门战之前拉扯过去的时候，我就肯定先把这个人给救了。对，密码机是差不多够了，要打开门战的拉扯了。对的。但是伊森可以提前布置。哇，你双线程操作，我这边工作上赶紧贴过来把人给掏了，不能让你再去寄速了。先给一棍，这一棍是用来救了，打佣兵，那密码机得亮。对，得亮。古董商有点害怕，这波古董商其实挺危险的，因为身上是有侵蚀度的。是的，46的侵蚀度算比较多。那你密码机不亮的话，我肯定也不会去交技能。本体慢慢压就好了。现在佣兵就是挺关键的一个位置，直接亮了。那真九现在可以开始控门，手里有闪，找不到这个手古董商，现在确定位置。但是花了大概3、4秒的时间。求生者来讲，这局还是有平面的，就是会有点压力。但这边贴门的是个古董商，古董商贴门会有压力啊，心里不太敢点的，得等着佣兵贴到一个门才行。对，但佣兵他毕竟也不是满状态嘛，所以这里想给佣兵回满。对，让佣兵来扛住这个压力。看一下这个闪，感觉这局其实对于真九来讲还是有大的机会的，主要是这个闪现，飞轮提前交掉了。闪现这边秒掉，但是选择哎呦，第2棍没中。但是还好，打出了一棍的止戈。那星辰其实就得倒了，闪现击倒。漂亮。看拉扯了，佣兵得靠过来，另一边心里得给门的压力。是。这边真九不能把人挂在这个方向，其实因为到时候狮子来救的话，其实挺近的。也没关系，因为这个位置的话，还有陶片，那个陶片。对。寄速不着急，压这边佣兵的身位。而且还看到了，对。那伊森收回来，然后本体传过去呗。想先管是佣兵，不过佣兵这个门要差不多了，对，这边的门要开了，96、97能点开，能开吗？能开，但哇，飞轮，哇，极限，能爬，
能爬，爬走了，另一边佣兵这样走门就可以了，应该还是个平局，但是还要来争吗？救吗？算了吧，保平吧。对，就这样保平就可以了。算了。哇，这个心理，这个飞轮交太好了，太极限了。这局 GW 的求生者算是把这个平面拖出来了，真可以啊！他是当时的时候，我第2局的话不太能被你多跑。对，我看能不能保平争胜。那这个阵容感觉，我说实话，记者有可能是不带回光返照的一个天赋啊。这是一个画，这个位置的话，确实好像从楼上一跳下来，只能去救信阶板，别的地方的话就转不了点。但2块长板对于歌剧来讲，看一下兔志明这边的一个追击想法，没有放在记者身上，而是回头去找这边的一个气象。那跟气象进行一个搜罗的话，看他这个道具怎么样去运用了。因为毕竟歌剧手上有回速，他其实交云的话也会有一定的问题。是，看一下手里捏的一个强风，捏了一个风。对，这强风哇，推开了好远，还不错。一上来的压力是顶了一下，后续的话就越来越难溜了。对，飞起来。那这个层云交的道路，但是他断影了。完了，这走路过来的话，等下星焰就跑到200一窗去了。说实话，星焰这波想法很好，先用强风去拖开一个身距，让你没有一个回速的境地，然后这个时候我再用层云去跨越地形。是的，而且手上又留了一个风波，这个风是空掉了。要交移形开这刀吗？其实有点难。这个板子，哎呦还行。对，头铁应有尽有，这下就可以考虑移形了。刚才是没视野，直接过板刀了，应该是击倒了，可以，没问题。这2个板子的话都是顺利的博弈成功。这波击倒节奏对于兔志明来讲还不错，平上的节奏看下来，这样气象手里道具全都交完了。这个月亮河的话呢，确实也是跟湖景村一样的一个问题嘛，对，密码机会慢一点，而且容易被拦截。这个脸上的人没找到，我灯下黑了。那记者慢慢贴过来。是，记者救歌剧的人还是很稳的，应该是大概率能无伤。就让他跟本体保持一个很好的距离，无伤。你要摊的话，就算扛刀了。哎呦，距离还没拿到，距离更远。想了想，算了，不能摊了，还是得打气象。看得出来，狗狗这一手记者真的把握得很好，他把自己的本体跟救人奥飞的一个位置卡得很死。是的，没有说2个都贴上来，给到说本体也受伤，然后奥飞救下人这样的亏一个道具的一个情况。保出自己无伤救，可以说求生者把平面真的更多了一点点。我这样的话，对于今日来说呢，我也是有一个先去减员你的一个气象，然后中后期再去打拉扯争多招的一个机会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底牌的歌剧。现在的话，看你第2波的一个救援，佣兵这里是绕了过来，从椅子这里。对，兔志明常规牌佣兵没拍到，那就大概率猜到会从右边过来。但是耳鸣已经亮了，他也不能走了。应该是猜到了啊，但是视野里面没有。佣兵也不着急。现在兔志明把握不住这个佣兵来的方向。哇，这个视角的转向非常的神秘啊，刚好是没有看到佣兵的。对，一直没有看到这个佣兵的位置。从后面过来把人给掏下来，不过还好啊，因为这局也是一样的，没有 OB 位。对，是不是还是倒地顺利的减员？看最后一台密码机的拉扯，不过这个时候兔志明手里也是有移形的。好在说救人救得好啊，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再夸一下狗狗刚刚救得好。如果狗狗刚刚是受伤的话，现在对于兔志明来讲还要多出一个可以去续节奏的人。现在的话，3个人去拉扯1台密码机嘛，但是这2台密码机的话是在终点这个半场的，所以说需要你去同时去修2台，或者说修1台远端。兔志明这个方向，看能找到这个半状态佣兵。哎呦，差一点。差一点，经过了。但也猜到那个佣兵的方向了嘛，知道他走的什么位置了。终点站也压着1个人，是直接躲在里面了。狗狗方向还要再看一看，以为躲在这个板区，但全部盘了一遍，发现没有。现在发现了，因为刚才他是蹲在那个板子后面。但你看这个时候外围的密码机其实也一半了。是的，手里被奥飞断了一波影。挺亏的，哇！11摸了颗球，摸了半颗球，这半颗球有用啊！
后期的一个拉扯能力更强了。可以让记者把道具消耗完之后去拿。而这边感觉记者好像能直接6道密码器给压好啊，这么稳吗？感觉他上不了挂了。开幕战还有一手半颗球的伏笔。对，切传送，这手不能传啊！在这里追记者追了很久了，人稍微有点丢掉了。还好。刚才切技能的时候把自己的屏幕给挡住了。对，那这个时候记者把手里奥菲消耗一下，到时候是可以去拿球的呀。知道你切技能，总不可能切闪现吧？这边可能也不想不着急吧，还是得去挡刀。奥菲卡一波回头，挡到了，奥菲了。那这样的话，记者有一个很大的加速，手里有传送，开了，到时候看一下，来扛到佣兵，门能开，佣兵来扛，门能开，佣兵现在有3个护腕，探佣兵一刀吗？这都没探到，完了，不能追佣兵吧？不能吧？对吧？真追佣兵吧？有回速吗？回速差点，有2秒钟，回速来得及吗？佣兵能弹吗？狗狗不在旁边，这里有一个奥菲来，哇，一个很漂亮的奥菲没扛到，能走吗？差一点跑出去了，他跑了！什么？啊！我说实话，最后不应该追佣兵吧？赢了！我没想到这能3跑，2比0。恭喜 ACT！ 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做的？最后这一波压力给的太满了，狗狗在门口可以用奥菲扛刀，然后佣兵手里有护腕，掐准时机直接冲门。哇！就是没什么变招，因为目前来说，大部分都是第一局先拿跛脚羊，然后呢，求生者这边也是第一局就一成不变，总是不好的。因为现在我觉得其实挺看运气的，就照这种选择的话，你虽然说选了能6跛脚羊的，对手也就直接选跛脚羊，然后你要是6的好呢，那就能赢。你要是2个笼子被秒，好，目的方向直接往外走到红蝶亭，但是承载那边也是已经拉点了。不过好在这一局的话，幸运儿应该不会首先被追击啊。他的话越往后搁，这个角色他越强。而且能看到白纸那边，陈某人那边是要去独栋破译啊，所以说承载也没有说我一直往那边拉了。是的，这边上来直接先抽到半刀。前面的话想往红蝶亭方向去转啊，看一下这波笼子等有了视野之后的怎么放。另外看一下承载能不能凭借魔术棒和走位啊，魔术棒想卡一下位，但是很敢翻啊。假装拆，但是江秋这边好稳啊！对，主要还是刚那个分身其实没有卡到监管那个位置。是，江秋这边就是我看准了，我再去出这一刀，不会说我出刀被你木压，就是直接钻笼子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发生。这个被分身吸引了一下注意力啊。那前面的话好像就已经有点贴近身位，不过有个板钻过来，正好2个人之间隔块板。没笼子了，这波算是折过去了，用一个魔术棒直接交闪带走了。因为前期给了1点状态啊，所以说这波也不用去交围龙就可以击倒了。对的。不过中场的这个求生者看到闪现吃出来了，也松了一口气，是吧？辛辛苦苦修的密码机不会被踹掉，暂时是保住了。是的。男的话呢，直接绕过来准备救援，在双11位置跟江秋卡一段时间啊。主要现在他也不会给你一个逼救的一个机会嘛，所以说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守门人还是太稳了。对，就在板子底下。对，现在越到我们比赛后期，各支队伍的打法都是这种，怎么说呢？以狗一点为主啊，就别出错，特别怕出错，出了错之后这排名就怕稳不住，所以这样子打的话就是比较稳健。是先看下承载这边还能不能撑一下，有飞轮，有魔术棒啊。看起来他想先倒了，对他想优先是倒到一个比较角落的一个位置。来看一下这波，但主要场上的是谁呢？幸运儿已经没有其他的化险为夷了。对，刚刚摸出来一把信号枪。对，再往这边去赶了，已经到了2楼下那个位置。好准，但是挂不了，还得先拆啊，正好把椅子那个交互给卡住了。好，挂到了墓地里的椅子，也是节约了一点时间。然后白这边也是翻进来，主要也吃到了一个通缉啊。对，省得博弈出错。还是赶紧贴到椅子后脚。哎呀，笼子消失了，救不了了。不过他有一个护腕弹过去啊，而且，枪，哎呦，好稳啊！是白纸这边还是很稳健的，但是笼子没拆完啊。这边的话看能不能，救不了，主要愿力非常充裕啊。主要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白纸把笼子拆到一半之后，突然想了想，我要不去另一侧再拆一次试试呢？
这是什么意就思？稍微的，本来时间会比较紧迫。他是不是觉得笼子已经拆完了，准备走了？结果一走发现笼子没拆完，因为在椅子前拆笼子是很快的嘛，可能没反应过来。那个读条快要结束的时候，就觉得已经对，有点像你玩守墓人，然后安心状态下摸一下就以为扯下来了，其实没有啊。这愿力不太够，但是陈某人不知道。陈某人觉得他是够的，觉得还有一个笼子能阻碍他。哦呦，那这样这个人其实还是有点不太好救啊。结束了啊，拆了，说是卡了一个很极限的半。不过现在两个人都在脸上啊，而且是江秋手里的技能也马上好了。意外频发的一局，不过没有关系啊。这波看一下白纸能不能将功折罪。好，假装后撤步。但主要他手里其实没有任何道具了。是，但是墓地的板区很多，这边直接第2个闪现好了。对，用完之后直接切底牌啊，也不犹豫，再次挂上。现在进行一个2挂的话，场上全是半状态，其实没有人能够过来救这个人了，已经是一个慢性多抓局了。江秋的他的思路其实是非常清醒的。对，就一旦说要出什么意外的时候呢，我就用闪现把这个苗头给压下去。就防止你一切可以牵制起来的一些机会啊，全都给你扼杀掉了。是的。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点，求生这边是没什么办法的，因为他们最后一台密码机是一整台，然后大家的状态也都很差。没错。等稳稳的挂飞幸运儿再出去找人的话，其实密码机也不够的。是的。这边连耳鸣都没有，那这个地方应该是救不到。哎，刚起一点耳鸣，但距离太远了。对，但是江秋还是很稳健啊，尽量追求一个不出错。而且其实他已经是预判到了求生的一个位置，知道你是在乎那题那个地方。过来出刀稍微有点着急，把笼子拆了，那直接不受守墓人的这个诱惑啊，过去管一下密码机。是的。找一下陈某人的飞行家，手里的话呢还有一个高喷没有用啊。走过来很准啊，他这个笼子找人，跟钻啊，交了一个大喷，但是只是一个原地起飞啊。这边的话还是稍微卡了一下，不过还是有一个击倒，而且是离那台50的密码机非常近的。是的。这个人选择往红蝶亭方向去牵一牵吗？还是直接挂到中场去找南？应该是不挂了，看这意思。求稳嘛。看这意思啊，不挂了，不挂了。还是往这边牵，大概判断一下南他的位置在哪，方位是往哪边拉的。是的啊，耳鸣起了，脚印也看到了，再来一个笼子，哎，正好一个单人间，没事，放3个笼子，没关系。3个笼子连放，拿到1刀啊。然后南这边的话也是走的非常的远了啊，完了，第1个笼子消了，过不去了，但是没事啊，还是在脸上，对，还是在脸上，而且南手里这个 CD 好了，能不能？哎呦，好极限。这样的话，陈某人那边的一个自愈给拖起来了。不过就是因为刚刚被江秋给牵远了嘛，所以说现在想要补密码机还需要很久的一个时间。是的。包括说江秋手里还有一手传送，只要看到抖动的话，我过去击倒你是没有自愈的。对，这边没有耳鸣的情况之下，就是应该要回 S 版那台去修了。然后耳鸣起了，看一下这波排人，小手一台。感觉看到了，对，感觉看到了，很准啊！江秋这个排人嗅觉真的是非常敏锐。而且这一波陈某人已经手里没有道具了，后撤原地。对，那现在可以直接传过去。因为找到南这边没自愈了，对，然后这里守墓人其实也没有铲子了。主要是他现在的牵制也没什么用了，直接是一个后撤加蓄力刀，完成了跃龙带走4抓。这样的话，第1局你第1局的东西该有的你还是不能丢，是吧？而且斗5现在说实话，它也不是一个很稳定的试炼的一个机会时机，对吧？它的排名不是很。这样的话，好像冒险家确实不是特别的好去。冒险家是不是双弹飞轮啊？这样玩。躲藏，对。双弹飞轮也不太好丢。冒险家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赌点啊，稍微赌一下，因为跛脚羊的话它是有顺。好的啊，看一下18的这个走位啊，好像直接是变小，然后往左走。哎呀，完了。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是吧？我好不容易用一个笼子，我想赶路过来找18的脚印，结果弄了一个无人间，都不是单人间了。对，这个感觉还是很亏，那就不太找不到18了，而且愿力也浪费了，上来还是一个枯草，这个局面非常的崩啊。但是看看，就是枯草这边给不给冒险小迷机会啊？不太会给啊，不给机会啊。我说那种给机会就是什么呢？我放笼子之后你再摇，被我打断了，打出来了，是吧？这可能是一个机会，找18，该不太淬火，
不太好找。但是的话是他们应该会爆的，只要别这个在淬火的时候把这个位置给暴露掉就好，应把这个该是变大就好。找不到了，但是找到了皮皮虾。 啊，嗯这淬火之后找园丁，正好也是没有盾了啊。而且这边是想拆个椅子。嗯，对，想先蹲一会儿，反正。来到这边玩这个单板，放龙，哦，跟踪，哎，单人间，但没事，再补一个笼子，续盾，但是没续出来。那这个击倒的话，因为前面冒险家是有一个输液，所以说也相当于是。 有一个2台的进度了。对，其实节奏的话，成都记这边还是能接受的。你想他踹的这台密码机又不是说很心疼的那种，对吧？而且外围有冒险家是比较克制失常的。这波通缉到冒险家的话，但是也没时间去管。这波救援，看看马尾，变一下路易，连拆2个笼子。 那这样的话，愿力不太够了，半状态救下来其实还是挺赚的，就是救的时间稍微有点早。主要也是淘汰进度很充裕嘛，对，很充裕，毕竟园丁也比较能做嘛。他刚上一马尾就已经在脸上了。对，要不然别救不下来，就容易酿成大错。啊，直接续一个刚才的这种秒盾啊，把笼子拆了，但是来不及进到下一个点了。前面的话愿力也不太够了，冒险小迷打一刀也不为什么愿力不够呢？因为第一该局的时候浪费了40点啊。 这一切都关联起来了，还是有一些连锁反应的，有一些连锁反应的。当时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笼子的话，可能已经是冒险家被追击了。对，有可能。那就算不是冒险家被追击的话，就我不用那个笼子，我溜达着找园丁行不行？对不对？那我击倒那个会更快一点。我可能第一次进到园丁就不是80就120了，没准。对。啊，所以还是挺亏的，让园丁又多溜了这么长时间。 通缉到了，不草这边也是2块表都在梦幻小迷脸上交过了，丝毫不给机会啊！就是正常摇表，正常救，啊，看一下再拖一会儿吧，再拖一会儿，因为园丁不能说2波都被秒救，对不对？对。啊，大副这边又是有拖的能力的。哎，这是想踹机子再赶过去。对，想踹机子。但是这个龙，这只有1个龙的机会，这个位置已经有点远了。但是先用1个龙过来，那对。 那现在可以开始扛了呀！如果你刚才不给大副再多打1刀的话，直接开始扛刀，梦幻小迷这一局可能要面临一个4人开门战啊！如果扛得好的话，先续盾，枯草这边在有盾的期间不帮忙，然后盾消失了就来搏一下，哎呦，打到了！梦幻小迷这边是打到了针对刀。 那这边的话再驱赶一下枯草，这个板就让你砸了。砸了，反正你赶紧别影响我把人挂上就行。对，密码机的话其实差的是那台70的，因为18那边应该是有满满的一个输液啊，对，99啊，99的一个输液。看一下18那边也是一个假装修啊，反正我先修着，你要过来找我，我就当着你面亮。但是梦幻小迷这边的判断还是很准的啊，知道差的不是那台，但是也没关系嘛，18可以把输液留着先手修，然后把输液留给这一台呀。对吧？你看我留了30的输液过来肯定是够的。然后呢，同时大副在外围墓地那边起心机，这一局就是比较稳健的去运营的话，是很难让梦幻小迷这边找到一个4抓点的。所以说现在梦幻小迷得拖一下自己的技能。对，把技能拖出来，起码开门战有底牌在手，有一个3人开门战抓俩的机会，也就是最终争3抓的机会啊。要是求生者真有什么大失误的话，争4也不是不可能。 但这边的话有点找不到人了。这个耳鸣其实是2楼跟刚刚中场会有点给他这样的一个干扰啊，所以说没事儿，愿力没攒满之前我们都当是战术。好，过来找一找，哎，很神秘。后边看到了，对，当里面钻过来了，咱就说。而这边的话，其实马尾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所以说那边直接亮了，直接亮了。而且这个地方很角落哎。对。哇，这刀这边空了一刀。对，有点难受。不过这边传送已经是提前切好了，挂上这个人，那边门能点到个80多吗？对，但只要中场卡人，只要中场卡人的话，你这边木偶师是个1挂呀。到70差不多。但是他不着急传，他要先他想排卡的，那脸上卡这个人其实有点是送给你的。对，就是我们反正只要走1个就可以。对，脸上这边卡的，而且还是18，非常难找，非常的神秘。耳鸣拉脱了，觉得他这么多元力，要不赶紧回去守乙。哎呀，但这个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啊，先击倒冒险家。对，那应该是走不了。对，木偶师这边也走不远。对，因为他愿力实在是太多了。对。只是他们看尝试一下能不能再多拿一点分，因为大副那边是不可能过来的，对，要保证先走1嘛。
有笼子消了，不过还好，正好满一个笼子打到一个震慑。那这样，另外的话，大副可以直接走了。大副可以直接走了，是吧？啊，在看起来已经准备走了。对，一步一步的，走对得慢一点。先挂冒险家，因为他是先击倒的，然后再找木偶师。好，那这边大副走了，那梦幻小明这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赛前说的稳健的一个打法，即使说争不到4抓的话，首先把你的一个招牌绝活先给摁了。仙雾梦本赛季路头选取率3%啊，合着就拿过1次，比较少的。是。那但是你看他这个班位吧，又很明显，又是飞行家，又是小说家这种，尤其是小说家，他其实知道起点站这边既然难6，就要放最硬的角色，最硬的角色在那边。对。啊，选择在终点，而且终点的话追击还有可能会把人留在3连。啊，那我觉得那边的话，确实像古董商这样的角色蛮难说。好，仙雾梦的一个经典时装啊，直接往鬼屋方向走了。目标是这个囚徒啊。鬼屋方向走的话，囚徒应该要选择直接翻下去的啊，不然你逗留后面就全是陷阱。确实，但仙雾梦这边的话选择直接往楼上走，按理说是直接往楼下走，他可能会有点害怕被白纸这边去反绕，就是我下楼了。不过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挺快的，对，贴身位很快。现在可能要逼出一个强电了，逼出强电。但是勾到了，透过去很准这一勾。那这样的话，其实平地逼出强电对于球队来说还是挺亏的，那只能选择坐车，但是这一局的话又不敢硬拖。好，直接选择做了。那我这边钩子也好了，好像会2段应该能赶上，但是来不及打震慑。但是坐上了最后一个位置。仙雾梦赶车赶得很及时啊。是的。那这样的话，不过白纸这边他的一个飞轮是好了的。是的，就看看前面能不能预判这个闪。先飞轮如果逼出来的话。飞轮交了，那其实不用闪了。对，因为你的一个转点方向是空地啊。对，最终囚徒也是倒在了终点，还是这边那个连击里面。对，不过好在没有往地下室这边走啊，地下室应该没在这边吧？应该在鬼屋那边。看一下啊，没在这边。然后看一下中间埋一个夹子啊，椅子附近已经是。出了那个不能放夹子，而且他们选点的时候2个化险为都在起点站，所以得往这边溜达。对，这波的话，古董商还得过来先给一下压力啊，防止这边陈某人被拦。不过他先交钩的话，应该就是正常给他救了。古董商过来了，仙雾梦见势不对，赶紧把这刀打了，要不然可能一刀打不到啊。这边的话交一个窗弹射，不过因为仙雾梦手里有技能的，其实这波也不太好去拖出来这个化险为的时间。对，承在这边帮忙。飞轮交的有点早了。那2阶也开启了，过去继续去追一下白纸。只要等一下勾的 CD 就可以了。近身之后可能还是不太用交自己的技能。对，大不了就交。对吧？因为现在这个交不交技能，反正只要能击倒就是好路头。球商的状态实在是太差了，2个人都是一勾倒，而且调不好的那种。是的。直接交闪了，看我就是拒绝板区博弈，而且的话，你们这个状态很残，下一波只能佣兵过来救，然后留给我的呢是3个4分之3，佣兵过来可能大概率也是一个，没必要吧，没必要跟承载硬碰硬吧，没必要。你看这一波的话，就是仙雾梦有点贪了。还是想着收你这个状态，顶住了，哇，这里人好多呀！是的，错失良机了。其实直接往终点这边挂的话，你想古董商他能干什么？他什么都干不了。他反而密码机还修的不安分。那这样的话，已经是把那台小遗产给让开了。打断了，但是还是要倒。但确实是拖了比较久的一个时间。这一局的话，就看看有没有争取到一个4人开门战的说法了。感觉还是蛮有说法的，因为佣兵手里还有个化险为夷。对，而且你往陈某人这儿的话，其实这台密码机要能开的。是多的。对，那台少的。有点太执着于挂遗产了，主要遗产占了一个古董商，你作为一个路头的气球刀，路头的气球刀，是吧？这个很夸张啊。好，这里先放点陷阱，让他修的慢一点。不过这里的话，无伤救了。对。无伤就先扛了个钩，打一刀。帮忙断钩是好的一个做法，因为你这个钩子不勾他的话，也想去管一下承载，但这边古董商是有回光返照的。对，而且的话，你把神话飞给放走了，手里还有道具的。没错，而且起点那边已经过去贴人了。看一下这局，应该就是
看什么时候能够击倒承载，如果快的话，还是有机会去争平的。好，这边的话也是先放一个陷阱去勾到了，但是有飞威慑一下，对，没交出来，没交出来飞轮。承载的话，上一波交早了，这一波想晚点交。但是这边直接选择传送，落地的话呢，手里的话没有勾，也击倒不了这边点门的陈某人。对他本身是个病患啊，还是有牵制能力的。对，这局的话就是打求生者一个疲于奔命。想勾。博弈到了，但是感觉有点来不及了吧？想去争一个平局的话，因为求生兵马上贴到门了，对，往回拉的非常及时。而且白纸的话，你看他的位置还是进可攻退可守的。这一波就看仙无梦他交钩子能不能排到。是通缉到了，那佣兵这边还是承载这边是不是要回来一下下？得分担一点压力，不过仙无梦这边好像也先冲着门那边去。对，想冲着门走，这样的话我把你的位置拦住，这样我比你先到门，那你就走不了门。对。白纸这边意识到了。而且你看排到现在才有耳鸣，我又不用担心有人去偷。但这边的话他没看到承载，现在看到了脚印。看到了，但是他还是要注意通缉的那个人哦。其实承载这边有点想说，我保这个囚徒走掉，因为我自己有牵制的机会啊！哇，一个点刺，这边你来不及放这个陷阱，3个人全走了。掉一个强电，直接完成一个3跑。对于心理，他的一个牵制难度会比较大。对，主要是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保平。我觉得梦幻小咪这边的话，先以保平打先想着算是一个失误了。这个阵容真的很难去争多跑的。对，尤其是有心理这个点在啊，对，它是很容易被你前期包括说中后期去针对的一个点。对，他很难说是创造一个未来3人3跑的一个奇迹的，作为一个白板角色啊。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直接来终点方向开始追击啊，非常常规的一个赶路。往终点这边走，看到的是皮皮虾的气象学家。气象学家这一局带的弹射也是把终点的为数不多的一个板弹先用一下。主要也是，如果你前期突破终点这边的人啊，是容易留一个连接给这边。他既然带了弹射的话，就要围绕这个前面的板区加窗区绕一圈，然后呢，等梦幻小迷的影子消失之后，再来回到站台上用层云。是要踩掉这个板子的，对，这也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公式化的牵制。前期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失误。皮皮虾这边再交一个层云赶路，进入到2板1窗。这边的板也是属于那种有点必踩的感觉啊，因为前期也没有在另外一块板那里去留一个影子。对，看一下这波技能真空期能不能拿到刀啊？拿到一刀，那这样的话闪现要击倒的，就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溜得很久啊。枯草这边。过来帮一下忙，对，但是还是耽误了一些自己兄弟来进。假装兴奋，哎呦，坏了！那你别说，确实都是黄色的特效。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那我们就当他没有带闪现吧。对，因为你确实干扰了空军的破译，所以说密码机还是没有那么多的，而且。皮皮虾感觉可以准备回站台了，回站台了。对。回站台，然后你这边走，我再回溯回来，再来到板区博弈。哎呀，这个枪这个闪呐，哎呀，金光闪闪啊！就有点说你给我看了个黄色特效，我给你看一个红色特效。对，但是我这个特效是有空的呀。对，你那个特效就是看了一下。对，就是纯有特效。对。哦，有这打没打到？皮皮虾很好的博弈。这把哇，梦幻小迷都又把板弹射给用出来了，直接转点了，说是。这边必踩板还没踩，这里好像还是没法终结呀，终结不了的。对，而且所以能骗到皮皮虾，不是我都溜这么久了，我现在回来对吧？肯定是这个博弈的心理上已经占优了。对对对，不会给你很大的机会。哎呀，这个空军选的太有用了，是吧？是。既然他千里迢迢跑过来，还千里迢迢开了一枪，恰好队友又预判了闪现啊，太出其不意了。是的，这都是兵法呀，攻心计啊，属于是。还是前期让人捉摸不透，但是现在让我们看出来这个实际的效果非常。对，主要还是空军往那一站，梦幻小迷他自己就慌，你知道吧？他会觉得我不能给你开枪机会，我直接这边闪倒得了。对，所以就自己出现了一些失误，威慑作用体现出来了。是的。好，这边过来把人正常救下来，佣兵，没给双倒，直接往右边转了。这一局的话，我觉得4人开门战争3有没有机会？因为现在追的人有一个是，就追的人是有这个回光返照的。是的。
现在2个人在抢帐篷，然后呢，马伟这边已经去补密码机了。不过他是不是要贴过来一点点？因为他是要第二2救的人，对啊，先摸一会儿嘛，没事，反正我3刀，你总不能这给我拦下来吧？你作为一个歌剧演员，我不给你震慑就可以了，我走空地嘛。对啊，我空地给2刀，我还进不了身吗？你看第1刀来了，但是没关系，还能再吃2刀。其实1刀已经让他能够进椅子了。对，1刀就近身了，这波就是正常博弈，而且气象学家还挺能做的哦。这边正常就要来掏化险为夷，现在脸上的2个人都有回光返照，谁都处理不了，只能往鬼谷方向去带，给到1刀密码机。直接再等一会儿。亮了，不亮也行，等那边往起点走也可以。这边还是因为起点门肯定要去的，因为终点这边要第一时间被管嘛。主要起点站那边贴的会慢一点，对，会慢一些。他们刚刚都在抢这里的密码机，所以说看一下这里能不能他撑不太住了。对，解决掉心理，毕竟没有任何的道具啊。对，但是佣兵啊，佣兵在点门啊，那谁来卡一下呢？没事，还有空军呢。谁来卡一下？梦幻小迷。不过空军其实也大胆一点吗？不大胆，先排一排就近的耳鸣，别让人离得太近就把人给我偷了。排排近点耳鸣，还是没出现，但是还有耐心，但是方向略歪，传送了，落地发现是一个他想调学家，他想调来救人，调过来，但是根本没人来。有点想来，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谎言，都是骗局，也不会来的那么快啊！他们就是佯装嘛，一个走了桥，一个走了鬼屋。就你是瞬间回来了，但是哥们儿腿没那么长呀。对，我就算想救或者想怎样，我真没你快。对，我就算往那边，可能我刚走了5米你就回来了。对，那我一看你回来了，播放你的回溯音效，呲一下是吧？对，那我肯定这5米无所谓嘛，我准头会比较好的一个时长。准头比较好的时装。对，主要也是对面的监管者非常喜欢的一个时装。那会不会成都记忆这边直接触发这种什么训练赛 buff， 是吧？打得很熟悉啊。对，打得很熟悉，但是要血比较厚。他是没什么位移嘛，其实6邦邦还是有位移会好一点。对，但是咱们虽然说不应该当着成都记忆的面说心理学家的坏话啊，但是还是你在想这个心理如果替换成。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中场方向走一走。但是中场的人的话呢，已经去窗口等好了。左拐去红毯，但是红毯是比较难惹的飞行家。飞行家光凭借红毯这个地形就能绕很久。他都不太用转出去。对他这一局的天赋的话呢，有带狙进狂。哎，飞行家直接走了，不玩红毯了，直接进中场了。但这边窗户想扔一个雷封掉窗户，但是这个飞行家的话直接是走门了。再扔一个雷封掉窗户，翻进去想连雷，但是连上了没炸到。而是有一个窗弹啊，然后的话现在再加交一个高喷，大喷身位拉的是非常开。对，到墓地暂时没有办法近身。但是现在的雷的话可能得预判一下秋生的。这一局的话，因为他的邦邦带的还是移形啊，比较传统的一个天。哇，飞行家还在走位，刚才那么一波雷都没炸到，3个雷，手里2连雷又躲了，直接翻，交移形过来想拿刀，先拿一刀再说吧。开了一个1阶，但是移形往往用来开刀的话，效果就不是很好了，还是用来终结会好一些。对，终结的话也是没道具到点上直接击倒，前期的话它的节奏实在是太差了，而且成都GG也有点会躲雷呀，当然这个有点小小的被连到了，前面一个遥控。哎，不是遥控，这个定时，我觉得可能这边对崩坏小迷这边他的一个邦邦的连雷思路，和仙无梦有些出入。对，所以有时候求生也要预判嘛，对你大概的一个习惯。对，虽然 ID 当中都有 X 和 M 是吧？但是的话呢，思路还是不一样的。对，而且你看18，虽然说前期有点得心应手，但一到近身之后，突然梦幻小迷这边就是不失冷箭，对我的这个雷的压迫会比你更强，给压迫住了。那现在的话，其实还挺考验守墓人的救人的，就看这个手椅思路和仙无梦是不是如出一辙，能不能撞上啊？是吧？放个5秒雷，然后博震慑。给到一刀，后面那个雷炸的晚了一点点。对，还是把人救下来了，但是双倒了。
梦幻小迷这手邦邦狂轰乱炸，对，主要这飞行家这边边躲过一劫，前面没有还是很难转到那个窗户。没有遥控雷，定时雷把这个窗户直接封死了，对，就别让他毫无生机啊，有生机了，给他留了个缝儿。18生机勃勃，18直接蹲下。对，18，我觉得18都没想到我竟然能活着翻过去啊。对，18想了想，没想到这个窗户就直接翻就可以了吗？是的。这个哦。那这样的话，还是梦幻小迷通过这波手椅拿到了很大的一个节奏，因为地上躺了一个嘛，躺了一个。对，然后这里还保平打，通缉到了火灾，火灾是另外一个带化小迷的人。对，现在邦邦就是逼着大家要卡班救嘛，但是救完之后的话呢，你这个椅子雷就没什么，给我就没有什么压迫感了。我本来可对吧？能也等你倒计时结束，本来我哥们儿都快飞了，是吧？是谁在意呢？这个耳鸣应该也不肯定太会过来。是不救的，肯对定，是不救的，救了就出事儿。现在主要是手里有个移形，其实他下一波贴脸的速度也会很快。我们刚刚也说了，梦幻小迷他只要贴脸还是很难牵制的嘛。是的，是的所以。说看一下他下一波去找谁先的节奏。排耳鸣，找找墓地这个人，哎，看看他这个邦邦血统如何。没露脚印，我觉得什么角色都找不太到啊。确实。你的意思是邦邦其实露了脚印也找不到才是血统好是吧？可能会有一点那种的情况出现，这里看到了，哎，看到脚印了。因为哦，可以。求生的视角不太清楚他去哪里，可能觉得他会去小门嘛。这边的话有点躲不了啊。躲不了，这个地方被架死了。对，但是好在是心理学家血比较硬。不然躲过了。其他角色可能这边又躲过一个遥控，贴着这个心理学家的边儿。那这里手里的雷，哎呀，有一个弹射，手里的雷其实不太够了。想回来，想了想4号机是遗产，炸到，但是那没关系，还有一丝，有一点头皮在啊。对，且这里哎，想找马尾，马尾的火灾，那一个气囊就拉走了呀。哎，现在哎，打一打吧。不打的话，其他人也可以用，就是你后面再回来，大家都可以弹这个气囊。是的。而且马尾的状态更好，他带走遗产的。几率比心理学家可大多了。看他还挺细节的，我吃了这一炸再弹，省得你给我打断了，对吧？对，反正我状态也比较好。反正咱俩身位也没那么近嘛。对。哎呀，这个会窗户雷，我感觉是梦幻小迷的一个弱项。就他经常会给求生有一个缝儿。对，哎，但是你看他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哦，你看窗户雷是梦幻小迷的一个强项。是的，就是不同的窗户还是不太一样。对对对。但你看你不打气囊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可以反复的来回利用，而且求生那边早就把那台密码机给放掉了。密码机能不能我上挂节一炸就倒？其实要不打一刀也够的，打一刀也能牵起来，打一刀也可以。95、96、97、98、99，哎呦，牵起来了。那这个状态的话，其实过来救援压力还是会比较大。压力挺大的。地下室够呛进得去了啊！挂上，然后准备弹开，来一波震颤。找你这个，哎呦，打倒，但还是能够吃到这个效果的。还是太安心了。不，那这样他其实又可以回去找一开始那个气囊了。没错。成伏笔了。哎，这还有地窖哎，不好在门还没贴上。对，还是会。移形。哎，移形啊，移形想对。可以。哎，这刀气被围墙给吸了，对，没事。爆出来一个无敌点，先躲雷。那这边的话，应该是追上了一个极限刀气，带走了马尾。主要门的话，确实贴的会比较慢嘛，一个人在救援，一个人当时压的是墓地的密码机。没错，那也就意味着下半回合只需要不背4。对，心安勿梦，只需要不背4，只要留一个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小分的话是的。对吧？他到第3回合居然把歌剧还能剩下，多么富裕的一个家庭啊！这是。那有歌剧的话，其实像哭丑，它这个作用性就会小一点，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都会有点害怕。主要是歌剧能追上。对，因为红教堂它很好追，它冲的这个全都是可以隐约的点。对。拿歌剧的话，确实很难。而且歌剧完全可以，我前，因为你单化险唯一牵制压力也比较大。勘探。可以这个双弹飞轮或者纯飞轮，然后其他人的话，尽量还是飞轮加化险为夷这样，然后大家最后是用靠化险为夷出。是直接冲着白纸的一个位置就去了，在墓地。找一下白纸，但白纸的话，哎，不过往中场走的话，还是承载了勘探员，双弹加化险为夷的勘探啊。哇，红教堂还是那么的舒适。先交个板弹，再交个窗弹。是的，而且对于歌剧演员来说也很舒服，是吧？各种影乐都很难去断影在这样地图，
啊，大家都是模型之间离得很近啊，除非你是个人出现一些失误。好，过来的话也是逼到了一个角落，前面准备要逼第一块磁铁了。先留了一个影子在刚刚的拐角，不过承载是直接往另外一个点位拉第一。块磁铁，哦呦，弹晕了，但是这边有回速盯着，所以说承载没事，他还有第2块，已经再放一块磁铁。哎呀，想按那个回速，但是正好影子消了。对的。回过来，哎呦，这边磁消了，没有触发出来，磁消了还是好事儿，不然的话就解餐了。确实。好，那踩掉这块板子的话，前面是个兴奋啊，就看看能不能用兴奋终结或者省下来。这样的话，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配合打换砸，哎，但是自己在另外一边儿，难受呀！这波技能也白交了，只能说是没砸到做那个动作啊，没受委屈。但哎呀，但是这边就有用了呀！如果你兴奋还在的话，这里可能倒了。是的。那这里把自己的这个弹射钢也用了一下。直接翻哇！你看有时候不骗这一刀的话，反而会让选手们更反应不过来了。是前面这里应该是牵制不动了，但整体已经是3台多一点了。说实话挺燃的了，但是这一局的话，勘探员最好别让他上2挂，开门战之前让他就有人给他换下去，就死爆他。4个化险为一定要打换命，你要是不换的话，开门战挂飞神香来了也救不了，而且神仙就在椅子上，关键是对，指望他救呢还。可能最有说法吧，他跟小说家说法会比较多一点。对，回溯过来，小说家赶紧把密码机修一修，现在打到开门战才是当务之急啊。第一波其实不用抢宝了，就第一波的话，我先救完，把脸上的这个密码机抢一抢，炸一下。然后让他拉的尽量不要让承载再上挂了，或者多牵制一会儿。对，帮个忙，男这边帮个忙是吧？哎，你看，但是不能上当，我觉得对于仙梦来讲，对仙梦这边还是要创造挂飞，他们完全不怕有人留在一他们一会儿就要做火箭了，一会儿。哎呦，这怎么说？结束了，化险为夷结束了，化险为夷结束，但是命也没了呀，不是？主要是他没想思路，感觉也没想接的样子。直接签了，不是？我没懂啊，我觉得直接做火箭可能会更稳一点。男要不就帮忙扛刀，要么就帮忙轰。这旁边是若即若离的，是什么意思呢？看着他倒了，在这呢。对，主要是看着他倒了的话，就有点以后没得帮。刚才说了，男可以换命的呀，我直接就拎着我一火箭筒，我就过去找你了。完了，坏起来了吗？这不是？但看一下，他们就差脸上这台70，还是有一个化险为夷在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死保，然后另外一个人抢点，逼你。没有回光返照，万一打到针对刀，这一局就结束了。是的，而且这个淘汰进度好极限呀。你要先弹开，帮忙扛，两个人一挤没卡住了，我的天！哇，极限挤到了歌剧前面。准备切闪，怎么说？有一个回速在，过来，再卡住，然后抢点脸上不要上当，就追那个挂飞，就追挂飞吧，挂飞没了，挂飞的人没了。仙翁，你忘了第2局的事情了吗？那现在再去想起来了，也还来及，因为他没有回光返照啊，也没有回光返照，这波还是让白纸替承载死才可以。看一下这个输液，等走了给他拉回来得，开兴奋，可以，因为他没有回光返照嘛。这边要不要承载可以自己牵制？自觉保持1米间距吗？这是做广播体操呢？主要是每一波都很有帮的机会啊。对呀，你看刚才的男是吧？这隔岸观火。现在的这个白纸倒了以后，你能帮就太被动了。监管有1万种防的办法，倒了之后就起不来了呀。关键是承载。那这边的话有个地窖，而且仙梦没有排到人，还能争一个净胜。对，只要走，应该走吗？仙梦根本就没排到人呢。哎呀，我的天！那这样的话，其实斗武在第3局还是拿了一个。是的，但是还是要恭喜成都机器，是拿下了胜场。觉得这把还是。不是，我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你知道吧？小小的脑袋，不是大大的脑袋，充满了大大的。会比较偏向于跛脚羊的这个选择，毕竟你上来其实一开始，尤其是上半局嘛，还是尽量的想要去争一个平上。那么下半场的求生者他就可以打得稍微稳妥一点。那么看双方的选点，中场守门人2楼下的魔术师，红蝶河的气象学家以及甲门方向的教授。跛脚羊的话也是选在了魔术师的上面，是一个靠近木。这里是选择往气象学家的方向去，那可以看到气象也是拉进了独栋，所以那边准备放弃啊。这一
再绕一下，想把小蝶的位置给骗出来，应该是。是。毕竟中场的守墓人他是完全没办法突破的。那小明那边还是说给小蝶多报了一下点，所以目前小蝶还是有一个比较安全的身位的。这里先放一个窥视者，看一下这个围龙能不能拿刀。可以进行反绕了。这个点怎么说？强风还行，在很极限的一个情况下交了出来。是的，再交一个围龙。年年只能被迫多交一些愿力。那这个点位来讲，这边道具是可以续出来的。对于小蝶来说，有规避第二个围龙的机会。如果说第二个围龙能够规避过去的话，捏捏就很难受了，因为他这把带的是窥视者，他是没有终结能力的。哎，直接过板，那这里先赚一波存在感也不亏。是的，这里前面的话愿力就已经够了。是，因为其实窥视者他对于气象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这里选择一个乘云，通过移速闪转腾挪，再补一个飞轮，那这个围龙能拖走吗？就算点点，对，就算拖掉了，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身位了。而且它本身的话，其实这个身位过来还是平地就可以击倒嘛。是。因为刚才放的那个笼子也是一个接近单向笼的，有一整个侧面是完全没法穿梭的。看小明过来，这里捏捏也是直接出刀，攒一攒愿力。这个点位来讲，密码机是接近3台了，看一下小明的这波救援吧。出土。直接掏，哦呦，对于救人的速度是非常有把握啊。是，其实感觉有点极限的，刚刚那一波。没错，因为他守墓人出土的话，他确实是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个救人速度。对。而且等于说是救下来以后再扛一刀，也没有太大的双倒风险。而且他其实本身是是有一个救人加速之后，捏捏那边把握的是非常不错了。嗯，没错。他基本上是看到出土那一瞬间就差不多预判了，但还是慢了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小明那边没有选择再独栋开一台新机，而是准备去补中场的密码机。这样的话，对于求生者来讲，密码机就不太够了。嗯，不过先补中场的话，也是可以避免他去控一个3连嘛。是，这个点位直接拿一刀，那有没有可能拦下来呢？感觉有点说法，看一下后撤过去。小果冻得博弈一下自己的鳞片，哎，救不了了。对。这边鳞片跟飞轮是一个都没有交出来，这一波直接被拦截，秒续上节奏，那求生者节奏基本炸了。是的，现在的话其实还差1台半，而且魔术师也是没有手回那个化险为夷的。是的。那你差这么多的话，你过来卡压力也很大的呀。看一下捏捏的这一波排人能不能拦截到，准备过去插个窥视者吗？还是继续排人呢？预判了一下魔术师的位置，但是并没有排到，施巴基卡的还是比较远的。现在魔术师是从 S 板那边绕过来，是这个点位应该是能看到脚印了，交了一个魔术棒。现在密码机的进度来讲，对修完也还差1整台，对，很不利啊。因为教授他是做不了那么久的，一个飞轮再补个魔术棒，但是人已经过半了，这里捏捏肯定是很想逼救的。我斯巴基也还是硬是在1板1窗的位置强行拖。但他这个强行拖的时间，其实也是守墓人一个跑图的时间，他还得先跑图才能接上第5台密码机。没错，直接打了，想搏下震慑，但没有搏到。这一波过来，直接打倒了魔术。我过来的话，其实不挑的呀，我知道你差那么多，我就有谁扎谁就好了。是的，技能已经好了，看一下想骗一刀，终于是弹到了，但是这边车到了，看一下怎么说。这里可以再放一个单向龙，想先抽一刀，是打到了教授的一个被动上面。嗯。那现在的话，2个人又活了。飞轮能不能再撑一会儿？那边魔术师马上拆掉笼子了，愿力值有点跟不上。密码机也是成功拖到了50%，捏捏选择直接传送，雄者这边是没有办法打断他的传送的。但传送落地的话，其实守墓人那边还有铲子，是的，所以还是能继续去拖时间，而且是一个满的铲子。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那边就会直接去调状态了。你这个状态一调起来，其实多抓面可能就会比较小了。嗯，这一波没能快速秒掉守墓人的话，就给到求生者足够的时间去调整了。而且这边守墓人是有机会能够带走的。看一下想硬跟，但是小明那边也可以一个震颤直接到墓地，这样的话把红蝶河的密码机也给解放出来。也是成功的拖到了墓地里面。是的，
求生者选择在甲门方向去开一台新机，那就拖吧，继续拖，就回到了刚开始把教授给上挂的那个阶段。时间上来讲，其实是差不多，因为当时也是需要破一台整机。但现在的话，其实那台机已经在修了，就差30%左右的进度。是的，他能意识到红蝶河有人在偷密码机吗？感觉他大概是知道，但他们是为了保险，所以是两边都在给压力。是的，因为现在愿力值已经满了，我觉得他可以主动出击去逼一下了。这里没有关到，而且守门人马上有机会可以过半啊！对于妮妮来讲，一刀直接打倒了魔术，能不能过半呢？这一波卡了一个非常极限的半，卡了下来。是，但是他往回挂的话，其实感觉那台机也不太好修。是的。现在红蝶河还是只能让守墓人去破译，让教授来救人。但这里有一个伏笔啊，教授如果出现，因为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他开门战是有可能成为被针对的那个角色。而且妮妮这边是选择挂到甲门，感觉是想拦到这波手椅。是的，过来一刀又是弹到了，但是愿力值是很丰富的。这里如果说能够飞轮交出来，是的，再抽到到一刀，那这个人救不了了。教授没有回光返照的弊端就出现了。是的，那把他赶走之后，其实也是可以去干扰一下红蝶亭的那台。没错。但如果这把你想要多抓的话，你得围绕这个密码机去打。哎呦！直接击倒了守墓人。守墓人被秒，手上还有传送可以手椅。捏捏这一把要失抓了。小舞动身上没有任何的技能和道具，哎，电车哥哥还帮了一手。是的。哇！那现在教授是挂飞，捏捏完全可以回去处理一下守墓人，再管这个教授，先把守墓人挂上。主要你现在都躺地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嘛，节奏比较好。你先倒的话，先挂就行。这把整体来讲比较伤的节奏还是教授那一波救援没有救下来吧，被捏捏给完美的拦截到了。因为你本来的话剩下3个人去打拉扯，我觉得这把还是挺有平局的空间的。但是那一波没救下来是。如果说调香师比较近的话，对于宠爱的开局来讲是非常舒服的，他可以考虑直接去追这一手调香师。但不管你怎么追，其实都是属于比较偏前期牵制的一个位置。没错。所以感觉他其实也不太挑，就看一下选点离谁会离的。就有个什么说法呢？哪怕我想追的调香师，他离我最远，但是你目的进不去，你一定只能在红蝶河等我。我可以先假装追一下莫偶师，再假装追一下大副，然后再去找你的这个调香师，对，去处理他。得看一下红蝶河那边的密码机。直接是冲着过客的莫偶师去，然后呢也一直在注意中场的密码机，他这里是有可能直接绕到红蝶河去的。稍微注意一下红蝶河那边密码机有没有抖动。是啊，中场的话，救人位那边其实也是拉走了，所以感觉中间也没有给到机会。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里再假装干扰一下大副。感觉这里的话有点想去拿这个大副开刀了，有点近了，一刀能不能蒙到？直接打到了。那这下有点坏了，主要是大副这个角色他就2个表，你也不太想提前交，万一他直接撤了，那你就很难受。第2刀。对，直接击倒了，40秒。1个表的时间内，连拿2刀挂红蝶河，还能踢调香的密码机一脚，他选择往 S 板的方向去。同样的也是可以踢掉空调那台密码机。是的，哇，这个开局真是太舒服了，宠爱。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追击大副的这么一个路线。是的，那你再过来的话，这个围龙还再去看一下魔术师。是的。那边人还没过来，你就算被我逼救，我是赚的呀，因为大副本身是非常耐挂的一个角色。那这里还是把大副直接掏了下来，看一下想扛，侧刀先打没打到。这里的话得浅帮一下了，调香师。是的，帮忙稍微扛一下了，进行一波板区博弈。哎呦，一个强行过板，但没有关系，调香师还是可以交出香水。是的，这里的话只能让回忆自己把自己的怀表给他交出来，再拖一会儿时间。前面拖的那些时间也是基本上拖够了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那现在宠爱就是躲第2段表，第2段表空了，第3段表能续上吗？补上，摇到了。那宠爱没有机会再交笼子了，这一波拖的时间是还行的，稍微拖了一会儿。不过对于大副来讲，基本上表的时间到也要倒地了。那其实现在倒地的话，密码机一个2挂大副才不到3台，是非常少的。
这把感觉求生者他们的天赋带的有点太多觉得反造了，对，就感觉像是要奔着3跑去的。我感觉自己能够牵制很久的时间，然后能打到这个开门战嘛。是的，我觉得他们更适合去多带几个双弹加飞轮，这样的话可以让牵制更强一点。这一个非常熟练的8字龙。是的，那边的话是直接偷了。再次一波无伤。但你现在一个没有道具的大副，其实也是拖不出来特别多的时间，只能说拖一个化险为夷，然后倒得远一点。没错，让你难挂一点。这个点位宠爱一会出去，感觉这脚时长是还能用上的啊。有一台60左右的密码机，应该是2楼的。2楼的那台。对，2楼这台是还能再踢一脚。陶完这里必须得考虑先走了，因为你留在这里也只是等待他。想去红蝶河来得及，好像也能踢啊，也可以踢93也能踢，没开掉，又被踢了一脚大的，那就没有影响了，因为他不管是踢哪台，只要能够让我这个技能快速进入 CD， 我都是赚的。是的，这个地方的话，直接是继续追击木偶师，但你现在密码机一个反向龙不让进，太多了。再一个过板，成功的把木偶师的状态打到了1半以下。而且宠爱手上的阅历还是挺多的啊！这个笼子一放，再逼你一波路易，选择直接打，非常的果断。是的，陶丸这边想要去赶紧修一下红蝶亭的那边密码机，但是被宠爱逮到了。是的，宠爱也意识到这里最后一台有人在破译，所以先提前出来拦一手。那对于过客来讲，也只能被架在墓地里面啊！宠爱现在是进入了一个1追2的节奏，他就是先把这个调香师赶走，是把你赶远了之后，看一下有没有拿刀的机会，没有就继续追击木偶师。笼子先拆，再拖一下香水的时间，这应该会过板刀。对，但这个短板的话，其实平地还是挺有拿刀说法的。是，而且现在调香师的香水有点续不出来，飞轮再续一下，那可以成功那续出来了。续到了。这应该会放一个单向黑龙，看一下能不能架住头碗，拦住了。一个黑龙没法钻，哎呦，找到了一个非常角落的地方卡了过去。头碗香水马上可以释放了。在2个围龙之间闪转腾挪，但是最终围龙掉了以后也没办法了。宠爱的阅历已经被消耗了非常多了，而且这2台进度其实是墓地里面跟墓地外面的这2台，就相当于我一个人就可以赶完你所有人。是的，其实起墓地这一台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离红蝶河太近了，最好是去起独栋的那一台。对，起远端那台，感觉也是因为过客他可能觉得会被架在墓地里面，那现在是给到了外面去调整的机会，看一下过客能不能再拖一下。月龙起码拖到能调起来1个吧。是的，成功拉过来，那魔术师那边也是摸满了。这样的话，求生者应该会去选择打红蝶河那台密码机了。毕竟那台密码机近一点，但对宠爱来讲没那么好打呀。我现在还可以再踹一脚，我这边把人挂上以后，可以立刻出去再给一脚。而且那边破译的话是一个半状态的调香师。是的，他有可能会直接被选择踢墓地里面的嘛。那台嘛。那这样的话，就应该要死追调香了。他如果踹墓地的话，就是必须死追调香。但调香师被传回了墓地，这样的话，3个求生者都在墓地附近。是的。而且你带不走，这个笼子能脱掉，翻一个板，最后1秒再跟钻。是的，前面还有一个窗可以过吗？打到了一个隔窗刀。但是墓地里面台现在也是修到50左右了。没错。现在空调的话得直接过来给这个救人上面的压力。是，那这样的话魔术师就不救了呀，让木偶师救，空调直接破译红蝶河了。因为你要追木偶师的话，木偶师有路易啊，他是可以救人的，路易直接交。红蝶河已经90了。这里还在给压力吗？看你打不打我，你打我的话，我有回光返照。我这边卡住了。哦，那过客的位置直接开先爬很细节，往外爬以后再充电，没问题。那这一波回光返照的效果，真让他们给拖到了。而且现在的话，在墓地里面还能再让过客拖一会儿。是的，这里最终因为时长是刚交过的，所以没有技能可以去管学校门。但是求生者也还没有贴到学校门，这里必须有一个人在中场站出来，感觉应该是调香师。那边魔术师的话已经是交了一个魔术棒冲到独栋门去，现在开始点了。没错，技能时间还有5秒钟。对，但是围龙它到的一个距离其实是有点不太够的，是不太够的。而且调香的话现在已经是在贴近木偶师的那边了。而且空调已经进入战斗状态了呀，我就在这边等你，反正我2块板可以跟你绕很久。是的，直接切闪。
这样的话，求生者如果救人，那么他们离墓地门非常远，宠爱还有一线生机。是，但现在的话，其实他们也是可以从2个方向绕过来嘛。是，就一边去点门，先看一下宠爱往哪边走，因为你这个空调是一个1挂，没错，所以他是可以先坐一会儿的，然后看一下两边求生者去怎么沟通交流。是的。 他的话其实是拦到了左边这个陶晚安，没错。那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直接点门，而且第一时间没有发现陶晚安的位置。是的，但这个围龙能拦住吗？刚好是把陶晚安给架在里面了。那这里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管木偶师那边的门了。陶晚安利用自己的最后一瓶香水，感觉还是最终被抽倒。但这把能跑出去一个，其实已经赚到了。是的，而且他们这个目标其实也是至少跑1个嘛。这把感觉北京 WBG 我们这个幸运儿去出手了，就看能不能把这个幸运儿给藏住。成都狼队这一边，就可以再捡回来。那先看一下这一把是木屋的一个古董商，然后双11的佣兵还有幸运儿。没错，而且幸运儿就在双11啊，距离非常的近，感觉是可以尝试一下直接去的。对，因为你没有其他来了，直接往双11的方向去。 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幸运儿的第一个道具是小人书，是比较有奇思妙想的一个打法，应该是准备开狗了。虽然搬了冒险家，但是还是有一个冒险家，冒险精神还是留在了场上。捏捏这里感觉找不到，他放弃的很快啊，他甚至没有去双11那边看一下，他立马就转头了，想要去追一下大船底下的小蝶。他是冥冥之中也注意到他有可能翻小人书吗？这一波确实走得很快啊。 那对于小蝶来讲，气象在大船还是挺好牵制的。这一个成鱼应该是直接飞船尾的一个甲板，看一下能到吗？刚好到，没问题。那这个距离对于你来讲，大船里面是没有影子的，所以这一波回速也拉不进很多的身位，只能跟在后面走。而且跟在后面走的话，其实一会儿小蝶那边冷却好了，其实还是可以继续交到。这边有直线，他可以直接交强风的，想躲，但还是被插的边缘给推走了，推到了，直接闪开，开一刀。没错，那这个点位故技重施了呀，到前面去再来一波窗户的强风飞甲板，你闪现开我的刀，那么这一套公式化的牵制，你其实是非常难受的。是这个地方的话，你也只能说跟着。直接被迫提前拦，那你这一波赌的还是可以。 但小蝶那边其实也是有防盗，没有被你反绕。那现在把小蝶的道具给逼完，场上的密码机进度是还行，毕竟那边是个假冒险家，他没办法翻树叶。来，这还要再博弈，稍微拖了多1秒钟。密码机是2台半左右。那这个节奏的话，不是特别好，就平平的，还是得看一下在手椅方面吧。 有没有什么意外？那直接拦到了过来，其实谭护万的话也应该不会给到什么太多的机会。中场没有耳鸣，那应该能确定是往海边或者往大门来了。看一下你怎么选择。耳鸣起了，应该是看到佣兵了。小明直接一个护腕来到椅子面前，选择拿影袭当假动作。 小蝶这个点位有反弹，能往外拉到海边，想把船下这台密码机给解放出来，让求生者直接破译，应该是。也是让小明那边去破译了。是的。然后再换人过来卡。而且歌剧本身它也不太好，能够继续把这个人给举回去了。它不像跛脚羊可以交2个笼子强挂回去。那这样的话，船下的密码机补得很快啊，而且还有古董商在这边干扰。 想要再拖一点时间，人怎么说？强行举回去，487完全没有出手，这个位置感觉得交鱼门加飞轮了。那487那边的话是先交了一个转世去赶一下，哎呦，直接摇下来了，有点太远了。这里双弹气象果然是一个陷阱，给到了自己一波挣扎。是的，想要去找小明，但487那边直接是给了3棍。是，那看能不能把佣兵先给处理了。小明不给机会，一个护腕弹进海边小屋。 那这样的话就只能说再去赶一下487了。飞轮先交出来，但平地有拿一刀的机会。是的，先断你隐月，然后再飞轮往外拉，这下是彻底找不到这个气象了。还能小蝶的话，刚刚是在海边多修了一会儿密码机。没错，因为考虑到说你可能换抓了嘛。好像能嗅到吗？大概是知道，但是他是冲这个密码机去的。对，哎呀，一波回速。那这一下，求生者的节奏一片大好啊。
因为这3台密码机其实离得不算近，海边一台，然后船下一台，船上一台，这样的一个3连，直接交闪到了古董商。但是现在密码机的话，其实比较多的就是大船底下的这一台。是这台求生者是可以不要的，他们那边完全可以去兴起海边小屋的一台。没有选择挂在刚刚那张椅子。要看一下求生者接下来的安排吧，可能会让幸运儿去翻个箱子，然后去救人。不过幸运儿来的路被堵住了，还行，他这个位置也可以帮佣兵去进行一波钓鱼。是的，因为小明的话是从双11附近卡过来的，没错。现在妮妮想赶紧回去，但小明那边残羹互换是能直接救的。这样的话，佣兵开门战士没有道具了，这一波救援还是比较精彩。而且这里的话模型会比较偏长一点，不太好博弈。哎呦，然后我也是翻了一个信号枪。是的，这样的话佣兵直接往角落倒，捏捏只能被迫去管密码机。但487那边的话，一爆点已经提前拉走了。是。而且海边那边，如果你要先管大船这边的密码机，你就赶不到海边的那台了。没错。然后一爆点如果没有深追的话，小蝶那边也提前走。这样的话，继续追小蝶是满状态的，他也是可以代理遗产的。对于你来讲，目前是比较难以控住这个场了，因为求生者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进行调整。你这台3台密码机连着放在这里就放在这里，对吧？他跑不了，我外面可以先去调整，先去摸再说。487这个位置，如果再倒地的话，他就是2挂了。直接交出一个点刺，手上道具还很多，但是那边密码机拖到了80了。没错，还有一个飞轮，再交一棍。那这个地方密码机马上够了，还在拖，甚至要看一下求生者有没有人贴小门，已经有人在往小门靠了，甚至都不需要给一个上挂的节奏。对，487利用走位在板间骗得很好。那这一波地窖在双11，487也是尽量的在往双11去进行一个牵制，硬是拖到了这个门都有人贴了。没错，现在捏捏必须要快速处理掉487啊，但是很难，他手上是有道具还有飞轮的。而且这个牵制节奏的话，其实你击倒了之后，你再传送那边门已经是要开了，没错。所以他现在的话只能留下487了。直接回速一刀打倒，但是求生者那边已经够了。如果你选择挂的话，其实就3个人都能出门了。是，他也没法传送，因为你传送过去的话，幸运儿是有枪的，你传送的话必吃一把枪，还是会比较难受。就你提前传的话也没有，而且你有喧嚣的话，有一个移形的话，你在前期其实控场方面，包括防止被求生者26起来，也是能够起到很大的效果的。还有机会去摊一个双倒。在了大船底下，不过这个点的话，感觉还是有机会先把这个玩偶放出来，然后看一下宠爱的一个进船的方向，然后佣兵给他爆，让结石从另一个方向拉出来，这样的话就比较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机械玩偶。没错，这个位置离得还是比较近的，可以很快的进入一个追击。看一下这里，直接选择往大船走，曹安也是没有选择拉出去啊，先在大船上面待着，看一下你从哪里来。哎，好像反绕到了1点身位，不过这个点位还可以继续选择翻一波窗。哎，提前下来了，但是曹安也下来了。但是这个点感觉是有一点点意识到了，对，但是有点晚了。而且刚才那个双龙惊喜是一颗球都没有上到啊，在那个窗户翻窗的那一波，直接选择下板。第一波双龙惊喜没有上到球，对于陶丸来说是绝对赚的。是的，这里的话还有个近板的身位，然后再博弈一下，直接上双球。虽然砸到球了，但不砸到头，但不赚呀。感觉宠爱那边也是知道你想要去搏板。没错，这个双龙惊喜的位置放得非常的精准，直接上双球，再补一个移形，但移形过来的话只能上一颗。是。因为双龙惊喜暂时还没好，手上飞轮倒是好了，没错，看一下能不能利用飞轮再去规避一波。我有一个反弹，白球先上，绕场谢幕，成功过来了，飞轮轮掉了，他是一直在注意的你的一个出刀啊，这一波清空球太帅了，成功拖出了下一个双龙惊喜，你这一波双龙惊喜已经没有第2次释放了。那我在这个板区基本上等于无敌，你很难再给我上一个白球了。是的，这里的话我只要来回翻，再去多一点时间就行。躲过去了。那现在站在板前，还在回翻，对他其实站在板前等一个双龙惊喜，
也可以。这一波拖的时间太久了，机械师牵制喧嚣，牵制了接近3台，而且娃娃还放到了外面。是的，你这一波的话，就算挂到地下室，还是不影响你的机械玩偶去贴大船的一个密码机。没错。而且这样子的话，佣兵也可以过来。如果说你非要处理这个玩偶，那我机械师跟佣兵就下来了呀。对，我佣兵一定是无伤救的。就娃娃跟手椅，你只能管一个。这边佣兵救完以后，直接补大船上的密码机。哎，他跳上来了 ，OK， 跳上来，他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佣兵啊？应该是看到了。这一波一定得卡半的，佣兵救完人，但是他从这个方向来吗？有可能给落地刀的。对，这个方向其实来的不太舒服，不过也还行。然后护腕是没有交出来，赶紧掏人。怎么说？还在卡着，佣兵给到了一个双倒，没办法，这就是地下室啊。有双重惊喜的情况下，喧嚣还是太强了。而且佣兵的话，感觉来的一个方向不太舒服。但还好，因为他可以倒到娃娃边上。倒到娃娃边上的话，那就是什么呢？机械师倒地的一瞬间，直接摸佣兵。那么佣兵和娃娃一起补最后一台密码机，这把求生者还是有一个3跑面。是，现在船上人有点多，3个人都在船上，那可以机械师再修一会儿，修到后面再去摸这个佣兵，把他自己省了就行。哇，这个节奏这么优势，就完全是陶宛他自己一个人个人操作出来的。移形想处理船上的人，那这里娃娃反正就跑吧，无所谓的。你虽然把娃娃打了，一会佣兵交个绝处逢生，对吧？哎，甚至这里还有这娃娃都处理不掉啊，那有点难受了。哎呦，还是补掉了。那这里要再钻回去吗？选择直接钻回去。前面想再帮一下陶宛，密码机是60%，那对于陶宛来讲，这边其实是不太好脱钩了。是的，所以他们是又把陶宛放弃了。是的，毕竟他也没有回光返照，一个反走顶飞轮，让自己离开范围，但还是很可惜，最后比较极限的拿到了这一个球。是的，但宠爱那边的话，其实他是技能已经教过嘛，所以回忆只要把大船那台硬修就行。没错，而且回忆起来以后他是满状态啊。穷者这一波已经贴到了小门，但是宠爱也是提前往小门赶，他确定大船是佣兵，那么我一定得去把你小门给拦住，让你点不开。不过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空中飞人还有一段，应该是能够有机会拦住的。火灾也没有气囊了，还差30、怎么说20，哎，好像能走哎。这边还要上去99，飞行家是有飞轮的，双球没有办法，他还是来晚了，差了一点点。佣兵可以跳地窖，冲地窖 WBG 再次完成了一个3跑。也是给到了你同样的回击啊！追的话，中后期甚至穷者是有可能过来陪跑的。就你追着追着，这个人你发现哎转进了一个减速盒内，对吧？那你移形你是需要的，兴奋你也是需要的，就会比较难以快速突破。打使徒的话，其实也是有点难处理这个舞女。使徒在军工厂，我觉得舞女站中场或者是说站大房，它都挺好牵制的。但如果说追小说家，肯定就头痛嘛。只能说看一下能不能抓住求生者给的。对吧？虽然说你的控制技能很足，但是如果说我沉默掉成功的话，拉近身位也有机会可以拿刀。那开局脸上就是古董商，古董商他也是可以去尝试碰一碰的。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直接选择往中场放猫，冲着古董商先去试一下弹性。不过古董商一个转式直接往大房的点位拉了，那边应该会有舞女过去帮忙布置一下减速盒。这把对于夜雨来讲，他带的是张狂、挽留加兴奋，完全没有底牌啊。想回头去找一下回忆。对，那他就是把赌注全压在了这个前期了，就看一下能否在前期快速把人击倒，然后利用兴奋再去防一手求生的26。是的，而且你追回忆的话，其实也是能够闷到他们唯一一个化险为夷嘛。是的，这个点位看一下，回忆应该是预判的一波蓝花火的预测，互相预测。虽然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应该是没有预测相持啊，毕竟当时没有多一个盾出来，感觉还是挺能忍的。夜雨这里前面也一直没有交技能，没有出刀，那就等吧，等一只猫就好了。是的，那这一只猫好了以后，再一个预测，哎，兴奋直接解掉，第二手。但是这样绕的话，其实感觉也是给到回忆一些空间了，但回忆觉得自己有点牵制不动了，选择往角落倒。
那这样的话也能拖你一点挂人的时间。但也差不多3台、2台半左右。是，其实也算是逼出了道具嘛。逼出道具的话，求生者这把就好打了，就是把你的技能给逼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把是有机会能够去争平的。首先我确定你是张狂，第二我确定你是一个兴奋，那么你一定是挽留和底牌之间有一个是没有带的，对吧？那我开门战的话去争这个平局，不管你没带挽留还是没带底牌，我都是有很大概率能争平的。求生者这边保平 ，OK， 那成都狼队那边必须要争4炮。是的。而且你现在看下来的话，其实你这个骑士倒了之后，我不一定要救，是我可以说压满过来救一下就行，但是我不一定说一定要把这个人救下来。如果你没给机会，其实他是可以卖的。对，但是这边你压的这么深的话，那边古董商可就要去尝试一下了。其实他主要就是等求生者那边每个人都修完，然后再看一下谁过来卡。是，看一下哪边的密码机停了嘛？哪边停了的话。过客这里来脸上应该是准备想操作一波了，有没有 A 晕 A 的说法？先把猫指回去，来上一波止戈，2棍先晕，这个逃来进度有点危险了。过客感觉还是能够再沉默一下，一刀打到椅子。那回忆现在手上还有一次战术意见可以释放，而且现在的话，其实过客就可以帮忙了呀，因为第4、第5台已经有人在修了。没错，一波扫视无事发生，那靠自己吧。预测了一波技能，相持也预测失败。但你现在再回头的话，其实感觉过客那边还是有很多操作空间啊。没错，现在求生者容错率高了呀，我可以打空一棍，对吧？但是我可以有很多棍可以打，但是你是不能够失误一只猫的。是的，你只要丢空一只猫，那么密码机它是乘十的在往上涨的。而且你像过客那边实在不行还可以帮扛嘛。关键是回忆这里还有回光返照，这只猫放出来无所谓。让骑士吃掉这只猫，还可以再摸头。交了，但是那边过客还是个满状态。没错，你还得等一只猫，等到这只猫的时候，密码机压好了呀。没错，晕到了，直接开，那击倒了过客。没错，那这样的话还是保平面大一点。等下一只猫，这里回忆应该是拖不出古董商的一个志气了。是，而且那边的话其实也帮不了了嘛。是，然后2个人一起出门。看一下古董商有个飞轮，中场的地窖应该起不来，我觉得。或者说你起来其实也有点难到吧？对，因为你起来那个方向其实夜雨是知道的。是的。起是起来了，但是怎么走呢？再卡上一个脚印，但是没办法，这里使团是有猫可以去看排人的。对。这个点位想反向来一波操作，还真让他给穿过去了。但是这里的话还是能踩到。没错。那最终双方也是在第3局的上半场保下了一个平局，就还是看前期的一个选点吧，能不能堵到最想追的人。喧嚣，这样的话，幸运儿就在脸上，前期只有一个道具，感觉还是比较很难牵制的。是的，就撑死了，只能说多一只翼鸟去保护它。对，那你一只翼鸟加你一个道具，让你给拖掉一个双王惊喜嘛，对吧？那你其实只拖掉一个双王惊喜的情况下，它的时间是不太够的。看一下这个点位，他选择用兴奋直接去处理小说家，打了一波反心理，把幸运儿给放出去了。幸运儿中后期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幸运儿的话，其实他后面去摸7号枪或者是机械娃偶都很舒服啊。这里是直接过板，一个板子，还好这边隐喻是没有交出来，没办法什么吸很多，对吧？但先砸一个头，双王惊喜还在，这个头还可以，先上到一颗红球。来看一下下一波双王惊喜，应该要交隐喻规避了。是的，直接但这里沉默了，好像因为隐喻它是有一个释放前摇的，直接被焰火舞台区域给沉默住，没有换到位，导致自己再吃了一颗球。现在的话已经在看小说家了，没错，也是先套鸟，然后顶到了这个惊吓标记。是的。那年这里也可以接受吧，毕竟技能的存在感是实实在在的拿到了。不过小蝶第二个隐喻并没有用来躲范围啊，没有躲双惊喜的范围。对，但是捏捏这边也是没有上到惊吓标记的。是的，没有拿到。这个牵制的话已经是接近3台了。现在跳过来一个飞轮想顶，而且飞轮完成功翻了过去，不过还行，双惊喜是补上了一波伤害。但密码机已经要3台了呀！小蝶的下一本隐喻马上也一半了，这里要强行过去吗？那这里还得等。
是，他得等一个双惊喜才行。哎呦，一个隔窗刀拿到了一个2阶，整整3台。但现在的话，其实飞行家跟幸运儿都是有带化险为夷的。是。看一下幸运儿要补充一个什么道具。看一下这一波的救援，飞行家已经卡到了脸上，就常规过来卡半救就行。对，但是他们这把是需要4跑的，需要4跑的话，感觉要布置的东西还是挺多的。现在最关键的点是在于捏捏的这个兴奋，也不知道哪一波用上。有一把枪，然后隐喻马上也要好了，就看哪一波用上更划算一点吧。隔窗刀还是成功打到了小说家，想要去往小树林附近倒。是，这可能让迅儿稍微 OB 一下，应该是。但这样如果说往木木附近挂的话，其实487那台没有那么好修。对，所以小蝶又拉扯了一下，往回走了一些距离。不过迅儿那边是在跟飞行家进行一个核修，去抢大门的那台。是。所以妮妮这边是选择挂到密码机的附近。没错。来了，这里举了枪过来给点压力，但并没有交。那现在对于捏来讲，怎么说呢？难道切？不切了。先救了。是的，还是留这个兴奋去应对迅儿跟小说家。这个距离有一个长板，应该要在这里打一波配合了。这应该是要来一个隐喻配合，对。兴奋直接交，那这里再拖个几秒钟，迅儿可以交枪了。再帮忙扛球，这么说交枪吗？没交出来，那有点难受了。这里迅儿也要倒，密码机89%先踩板。密码机马上就要够了。是的，成都狼队的求生者在跟时间赛跑，又不太敢举，直接交枪又通电了。小蝶的隐喻直接可以转大防。是的，下一本隐喻是有机会能够吸出来的，大防并没有地窖，前面还可以翻一个走位，飞轮操作机会，空中一个落地刀打到了小说家，那没有办法了。这里再把小说家挂上，求生者已经没有操作的空间了。那边的话已经是都冲了大门去了。是的，这地窖在哪呀？大房那边没有地窖还是比较可惜的，但是当然他也牵制不到地窖那个位置了，因为捏捏他最终是非常的注意这个小说家，不让他走的。那也是恭喜北京 WBG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